老袁，博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我知道啊，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对，你都这么久了，人家书呢，你到底还不还了？还了，啊？啥时候啊？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啊。那个书啊，寄了茶叶吗？不是啊，对啊。什么茶叶呀？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没有，只有茶叶。那书呢？你是不是？你说这，哎，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你不是老袁，你怎么还能明抢呢你？借用元气，借用元气。老程还没用完呢啊！晚几天5盒茶叶啊，5盒茶叶吧，好吧？你这，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是不是又欺负我们老程呢？瞎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5盒茶叶。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哦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你好。袁律师你好，袁律师，我是53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很荣幸见到你。对，你看，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方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是，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还找他的人还越多，奇了怪了。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嘛？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对，够。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了，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你这重量级也够了，够，绝对够。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哦，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行，太好了。好。我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我值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妈，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了？你说来，就说这些有的没的。于江律师啊，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袁律师，我的领导洪占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的。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来吧，我们讨论一下案情。来，讨论来。好，在这儿听啊，那你找个地儿坐，时间挺长的。哎呀，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还得是我们来兜这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哪位？老丁啊，我苏国胜啊。有，有什么指示吗？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芳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啊，有这事儿吗？我没听说呀。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在你眼皮子底下。要不这样，
我派人把他赶走。不用，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芳的有准备吗？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但是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明白，请放心。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这就对了。张院长，咱们院里就属你最果断，你来主审呗。我，老丁啊，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主审，这有点开玩笑嘛。老张，啊，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那就我来吧。这2天呢，我又仔细地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袁律，我想问一下，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诉呢？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诉？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战胜有私怨、有仇，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别笑啊，别笑！我这不是嘲讽，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你们律师，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那还怎么变啊？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谁来说说？为了保护李湘、洪战胜啊，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很好，你接着说。还有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再有类似的官司，您一出马，他们不得想想啊？你这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得我挺舒服。但是我要算个屁呀！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律师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这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学习。所以我建议，绝不妥协，书给你带回来。全胜。什么书？别说话了。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红丽二位道歉，还他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2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的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杨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我不同意，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我要当律师，我要当原一方这样的律师。哎呀，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嗯？院长，时间到了。没准儿啊，不管最后谁赢，输的肯定是我了。中国法治能赢就行。你说什么？我说，一定能赢。必须赢！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1、2、3，停了。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人家？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2句吗？我们行啊，我们不接受采访啊，不接受了吗？啊，就别采访我们了。那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哎，您能帮个忙吗？您说，帮我们5个人拍张合影行吗？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用这个吧。行，好，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行。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哎，好。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好，来，1、2、3，笑。好嘞，再来一张，来喽，都跳了吗？好的，跳了。再来一张，来，1、2、3。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现在宣读法庭纪律。
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法庭严肃安静，不准喧哗、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随意走动或实施其他，须经审判长许可。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五，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议论。胸罩还是急兆王？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庭审现在开始，带被告人。公诉人，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占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占胜同样构成上述两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两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一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志良的辩护人。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方第二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志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志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方第三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志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志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都是铁证。被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有。我方的证据一，是公诉方的证据一，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志良的委托，是乔志良的辩护律师。公诉人有无异议？无异议。继续。我方第二号证据，是公诉方第二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公诉人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三号证据为公诉人第三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公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四号证据为乔志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志良时的讯问笔录。公诉人，公诉人，没有异议。已决犯乔志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被告人是乔志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志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被告人
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4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2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
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我决定了，我要当律师。又想好了？我又决定了。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本辩护人还有话说。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2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请，不，恳求你们和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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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法庭纪律。
律，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不等了。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哎，岳律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听了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辩得好，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当然，这法治进程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袁律师，袁律师。袁律师，辛律师，哎呦，辛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您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公司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饭也可以。这次啊。我经历住了考验，您也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是那个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袁律师，车票买好了3张，我跟你一起去沈城，咱们车上聊啊。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走。秦律，这事儿袁律一人也说不，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冲您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违法。那您走吧。往哪边走啊？这边。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不是他们破坏严呐，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哎呀，这个可不太好办了。老爹妈，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啊？放！好，这，那我们就先走了啊。老弟，好。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主任，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估计是好事。真的？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凭啥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他拿村长不当干部了。坐吧。
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同志，你看我跟你说，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是的。那我不出去了。干什么你这就这样回去了？我法上意思，主任。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不追究我们了。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咋了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哎，丁院长，我来，您别站手，别站时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这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也，哈哈，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啊。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胜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